距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部门给出新冠病毒溯源结论的90天期限越来越近。据知情人士披露，在拿不出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美情报部门正抓紧时间，企图炮制所谓实验室泄露论。不过，国际上不少科学家对美国借病毒溯源大搞政治化的做法非常不满，不愿为美国站台。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情报部门的相关调查目前无实质性进展，但美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并在报告中炮制所谓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诱导性结论。美国政府高层认为，调查不是目的，推动调查本身就有意义。持续炒作溯源调查，为的就是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对此，在周三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美方想重演用一小瓶洗衣粉搞栽赃陷害的旧戏码，这蒙骗不了世人，倒是让人越来越怀疑美方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抹黑中方，是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对德宝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事实上，美方在不断抹黑中国的同时，对于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却闭口不谈。除了一直三缄其口的德宝，美国在世界各地还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以各种名义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美国实验室所在地往往是鼠疫、炭疽、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多发地区。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欧洲。当年8月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最早受害者，但美方至今都没有对这些事情进行解释。无论美方如何费尽心思抹黑、栽赃，都无法消除国际社会对美国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的疑虑。如果美方心里没鬼，就应该坦坦荡荡邀请世卫组织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特别是调查德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才是一个真正关心全球溯源的国家应有的诚意和态度。赵立坚特别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的是政治溯源。据《环球时报》报道，美方其实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是要大肆炒作，既达到混淆视听、抹黑中国的目的，又借此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据悉，在加紧炮制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的同时，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推进配合其战略企图的下阶段溯源研究。美国已安排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纠集欧盟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盟友政府科学顾问，共同就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不参与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的决定。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紧争取更多世卫组织成员国，特别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科学顾问支持联署美国声明或单独发表类似声明。拜登要求他的情报部门调查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是有的政治目的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这个转移美国国内这个矛盾，第二个目的呢是为了这个抹黑中国，这个削弱中国的不断上升的这个国际威望。他最初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因此呢，他知道结果是不会有的，但是他一意孤行要这么做。目前，中方的立场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也有不少科学家对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极为不满，不愿为美站台。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包括整理相关科学家和家人的黑材料，对科学家论文进行政治审查，推动科学家所在研究机构施加影响等，企图迫使相关科学家就范。上月初，24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驳斥美方推动的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多名参与这一联合声明的科学家日前透露，在过去6个月里，多家西方媒体曾一个接着一个地反复联系他们，逼迫他们说明是否会改变病毒起源于自然的立场。